年前的一部《逃出绝命镇》，不仅成功的让喜剧演员乔丹·皮尔跨入了好莱坞一线导演的行列，还让他凭借此片喜提了奥斯卡最佳原创剧本的大奖，并且因为层层反转引人入胜的剧情，仅以区400万美元的成本，便在全球狂揽了超过2.5亿美元的超高票房。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再次重温这部堪称黑马的悬疑佳作。男主小黑是一名摄影爱好者，其貌不扬的他却有个白人女友，两人刚刚交往4个月，女友就提出要带他去见下父母。小黑听后有些紧张，担心会因为肤色差异而被区别对待。女友笑着向他保证绝对不会出现这种事。就这样，两人有说有笑的出发了。在路上，车子意外撞死了一头鹿。随后警方赶到现场调查情况，可他们却盘问起小黑的身份。原来黑人在美国个别州连呼吸都有错，不愉快的经历并未影响两人，说话的功夫就到了女友家的别墅。院子很大，而且还非常气派，迎接的父母也表现得十分热情。从谈话间能看出他们没有肤色歧视，这让小黑放下心来。但很快发现了奇怪的事，别墅里有2名黑佣，女佣笑起来像主页里的鬼笑，而男佣却是充满敌意和冷漠。之后一家人坐在室外畅谈，女友爸爸看到小黑烟瘾发作，说这是一种陋习，并提出可以帮助戒掉。原来女友妈妈能通过催眠让人改变心智。小黑听后婉拒好意，表示自己可以戒掉烟瘾。女佣走过来给大家续杯，可在为小黑倒水时，她的眼神突然变得失焦，仿佛间好像失去了意识。Why don't you go lay down? Just get some rest. 女佣皮笑肉不笑地表示歉意。诡异的场面让小黑有些发懵，心想着这家人指不定有什么大病。一声惊呼打破了尴尬气氛，原来是女友的弟弟回来了。当天晚上，小黑因为烟瘾久久无法入睡，于是走出房子想抽一根放松。可他刚要点燃时，对面突然有个身影飞奔而来。待到仔细看清，此人正是白天的黑人男佣。奇怪的举动让小黑莫名其妙，无意间回头查看。女佣不知何时来到窗边，正抚摸着秀发看着镜中的自己。这一幕将小黑的烟瘾吓得精光，跌跌撞撞撤回了房子。刚进门看到女友妈妈坐在客厅，还招呼让他过来聊天。 Come in and sit with me, please. 出于礼貌坐了下来，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却变得十分诡异。只见女友妈妈不停转动汤勺，勺子和杯子的碰撞声逐渐成了节奏。小黑坐在舒适的沙发上，浑然不知对方正在催眠自己。随着轻轻的语调和暗示的诱导，他不经意间陷入了潜意识，整个人的表情也变得十分痛苦。这一刻的小黑想起了小时候，因为当时只顾看着电视，却忽略了没有按时回家的妈妈。如果及时选择了报警，或许出车祸的妈妈就会因此得救。这件事让他一生都在愧疚，认为是自己害死了妈妈。在杯子单调有序的碰撞声中，他崩溃的痛哭流涕，身体也不听了使唤。Now, sink into the floor. Wait. Sink. 望着渐渐远去的女友妈妈，小黑清醒无比，却又无可奈何。此时的身体和灵魂已经彻底分离，任凭怎么呼喊都无济于事。第二天，小黑突然醒来，发现昨晚的经历不过是梦境而已。直到在院子里遇到了黑人男佣，他致歉昨晚的夜跑吓到了对方，言语中还对女友的身体评头论足。小黑听后觉得这男佣很不对劲，也意识到昨晚的经历是真的。当他在掏出香烟时，果然没有了抽烟的欲望。回到房间的小黑将此事告诉了女友，并要求和他尽快离开。这时外面来了一群特殊客人，原来今天是女友家1年1度的私人聚会，他们无一例外全是白人，而且个个都是有名的顶级富豪。在热闹的聚会上，格格不入的小黑发现了奇怪之处，到场的人全部都是老头老太太，每个人看起来十分开心，丝毫没有疾病和衰老的困扰。除此以外，他们对小黑的出现称赞有加，不仅夸他长得帅气壮硕，还上前抚摸肌肉赞不绝口，看似是一种友善的热情，但对小黑而言却有些不自在。为了缓解现场尴尬，他拿出相机想拍些照片放松一下。就在这时，有个黑人宾客出现，熟悉的肤色让人格外亲切。小黑赶忙上前打招呼，然而这个黑人不仅身体僵硬，目光呆滞，还透着一股说不清的感觉。刚说上几句话，有个老女人走过来，举止亲密，看得出他们应该是情侣关系。当用黑人特有的拳头告别时，对方回应的却是握手。小黑不禁有些疑惑，这个黑人不仅穿着白人服饰，而且言行举止也不像黑人，可他真的就是黑皮肤啊？带着疑问的小黑折回房子，他想给自己的好友打个电话，可当他刚刚走到楼上，楼下的所有人瞬间噤声，然后全都竖起耳朵聆听楼上的动静。此时的小黑发现手机充电线被人拔了，女佣走过来说是自己不小心碰掉的。小黑说好吧，我不会打你的小报告。然而女佣则回答 I can assure you, I don't answer to anyone. 小黑诧异这句话的同时，女佣出现了无法形容的表情。
这一幕吓得小黑差点原地去世。随后，小黑将经历讲给了做警察的朋友小胖。小胖听后说这里面肯定存在猫腻，并让他将黑人宾客拍过来查下底细。为了搞清楚事情真相，小黑来到楼下拿出手机偷拍，可没想到闪光灯出卖了他。尴尬的一幕让大家纷纷侧目，看到闪光的黑人却突然鼻子流血，然后神情变得急促不安。只见他激动地冲过来抓住小黑，并大声呼喊让他赶紧离开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本就懵的小黑更加懵了。之后女友爸爸说这是癫痫发作导致的，可小黑根本就不信这套说辞。女友见状拉着他出去平复情绪。小黑告诉女友自己知道癫痫病是什么样子，而刚才的解释显然是在掩盖。不管怎么说，这里处处透着诡异和奇怪，他们必须要马上离开。与此同时，在一个空旷的草地上，白人富豪们正在竞拍一件商品，而这个商品正是还不知情的小黑。几轮下来，一个盲人老头拿到了小黑的身体。当天晚上，小黑将拍到的照片发给了朋友。很快，小胖回复了电话。经过他的调查，白天的黑人早在半年前就已失踪。现在出现的种种迹象表明，或许是他受到了某种洗脑，然后成了白人使唤的宠物。小黑听后惊出一身鸡皮疙瘩，当即决定连夜逃走。他让女友去客厅拿包，自己收拾起了行李。正在这时，一扇虚掩的门引起注意，小黑鬼使神差地走了过去。里面的一个红盒子放着很多照片，而照片全是女友和其他黑人的合影，他们举止亲密，一看就是他的前任男友。原来女友说自己是第一任黑人全是假的。继续向后翻看，细思极恐下让人脊背发凉。一张是女友和家里男佣的合影，一张是和家里女佣的合影。难怪一个对女友品头论足，一个破坏自己的充电器。Hey, are you ready? 小黑还算机灵，随便敷衍两句便拉着女友离开。可下楼时发现女友弟弟堵在门口，挥舞着武器说不准出门。女友的父母也走了过来。小黑看这架势预感不妙，嚷嚷着让女友赶紧找到车钥匙，然而他却怎么也找不到。诡异的气氛让小黑忍不住爆发。You know I can't give you the keys, right, babe? 果然这一切都是个阴谋。小黑气得说不出话来，他刚想突然发难跑出去，但女友妈妈敲响了杯子，瞬间将他催眠放倒。半小时后，在一个空旷的房间里，小黑犹如做了噩梦，突然惊醒。此时四肢被绑，无法动弹，任凭怎么挣扎都无济于事。环顾四周观察情况，他试图找出可以逃生的办法。就在这时，面前的电视机亮了，里面的女友爷爷讲述了事情真相。原来他研发了一项叫凝结的手术，可以将意识和记忆移植给另一个人。不过手术还有瑕疵，那就是仍然会残存一些本体。这就是为什么手术后看着有些僵硬的原因。随着画面中出现的杯子，小黑再度被陷入了催眠。第二次苏醒后还未回过神，电视机再次亮了起来。这次出现的是一个盲人老头，他告诉小黑等下就要进行手术，不过做之前必须经过3个步骤。第一步是了解真相，第二步是买家和宿主沟通交流，毕竟两人以后要共用同一个身体。第3步是深度催眠，之后会被推上手术台。听完这一切的小黑生无可恋，想不到自己有天会走到这个境地。这时被他抓破的沙发棉花露了出来，小黑随即想到了好办法，画面中的杯子再次敲打，小黑又一次被瞬间催眠。几分钟后，女友的弟弟推着车子来拿人，当他将镣铐全部解除时，小黑猛然起身并砸死了对方，取出耳中的2团棉花。从这一刻，血腥的复仇模式全面开启。他先是拿着鹿角捅死了女友爸爸，然后路过客厅反杀了女友妈妈，顾不上去寻找万恶的女友。小黑找了辆车子准备离开，可女佣不知从哪儿冒了出来，躲闪不及被车子撞飞数米。童年的阴影让他不想再有后悔，无奈之下将女佣救上了车子。与此同时，女友正戴着耳机听着 DJ 寻找新的目标，而身后墙上挂满了历届被卖掉的男友。女佣的尖叫声惊醒了她，随后端着猎枪冲出了房间。Grandma. 原来女佣是被移植后的女友奶奶，而那个男佣是被移植后的女友爷爷。醒来的奶奶知道小黑毁了自己的家，她愤怒地想杀掉这个男人。剧烈的争执中导致车子撞向了一棵树，奶奶当场死亡，小黑则身受重伤走下了车子。这时女友端着猎枪追了过来，可她并不想杀掉这个猎物。爷爷飞速冲过来将小黑扑倒，用尽全力就要痛下杀手。危急时刻，小黑想到了闪光灯，打开的瞬间让黑人短暂夺回了身体。只见黑人转身骗过女友手中的武器，然后对着她的腹部开了一枪。小黑被突发的一幕感到震惊，紧接着黑人选择了当场自尽，或许是他不想再这样苟活下去。这下好了，女友一家人全军覆没。颤巍巍地站起身子，发现濒死的女友正在摸向猎枪，小黑毫不犹豫阻止了他。
这时女友想通过爱情感化对方，就当小黑心软的想要施救时，一辆警车赶到了现场，女友急忙招手喊救命。小黑预感不妙，率先投降，因为这样的场景多一个动作就会被枪杀。然而下车竟然是好朋友小胖。原来小胖一直联系不上，所以查到了这里。幸亏及时赶到，唤醒了小黑。在女友绝望而又无助的眼神中，小黑坐上警车，消失在了黑夜中。至此，本片结束。讲真，第一次看的时候十分震撼。导演引入种族问题与惊悚题材结合，既讽刺了白人为了利益的丑恶，也宣示了黑人绝非好惹。